刘公公下令彻查坤宁宫上下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。彩月呢？太后放心，锦绣已经将她安顿好，今晚就送她出宫。锦绣啊，哀家向来喜欢你办事阴厉狠绝，你不会让哀家失望的，对吗？可彩月毕竟是锦绣的小师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锦绣实在是不忍心。皇后的死是哀家扳倒刘墨的最好时机。别说是区区的一个宫女了，就算是所有人死，也在所不惜。锦绣明白，锦绣告退。宋大人别来无恙啊！刘公公，不知道你找下官前来有何要事？梅妃滑胎，皇后薨逝，整个后宫乌烟瘴气，只有你们锦衣卫这儿风平浪静。可怜这凤才人被关进了岁寒宫，无人问津。梅妃和皇后的事情，我略有耳闻。可是凤儿，她为什么在岁寒宫？红颜祸水，我还以为你跟她的情结早就断了呢。难道你还想和皇上共抢一个女人不成？这一点倒让拔家对你刮目相看。刘公公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凤儿现在怎么样了？宋大人，稍安勿躁。咱家和你一样，也希望凤才人平平安安的。可是要想救凤才人出来，首先要知道皇后的死因。宋大人，本宫想问你一句，咱俩当初的契约还算不算数？刘公公，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？事发之后，咱家派人监管着坤宁宫，其中管事的宫女彩月嫌疑最大，可是她现在离奇的失踪了。太后天性多疑，刘公公也不会轻易放过你，你万事都要小心谨慎，千万不要再回来了。师姐放心，那我先走了。对了，皇后的那封遗书在哪儿？司礼监当时派人来搜查，我万不得已，就只好吞了那封信。毁掉就好。这些银子足够你下半辈子生活了。多谢师姐，一定要好好保重。师姐，我不该骗你，但这封信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，我不得不留一手。来走。彩月姑娘，皇后尸骨未寒，你作为坤宁宫的掌事宫女，不但没有尽到祭主之孝，反而还要逃出宫外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情？求公公放过彩月吧，彩月不想死。咱家没想让你死，只要你跟咱家说实话，食盒里的龙凤糕是不是你换的？这幕后的主使又是谁？彩月说不得，也不能说。彩月姑娘，咱家要知道的事情，会千方百计的知道，也会保护你的安全。而让你做事的人，为了掩盖事实，他们会杀人灭口。你是想自保，还是想被他们杀人灭口？给我追！是。
哎，你就是那个被刘公公从执殿间提拔上来的小太监？啊，是。哎呦，厉害呀！能被刘公公一眼看中，一定有过人之处。见笑见笑，运气好而已。运气好，运气好会让我们大半夜出来搬尸体，真是晦气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剩下的我来就可以了。你小子果然有眼力劲儿，怪不得能得到刘公公赏识。那我先走了。刘公公，彩月姑娘是不是被你的人带走了？人是带回来了，但是被人杀了。杀了？怎么会？你看看这个，冰魄梅花镖。你这支镖是从哪儿来的？西华门的守卫身上，现在已经死了。我想彩月姑娘走的时候，应该就是从西华门走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救她离开的人，同时也是司礼监杀人灭口的人？刘公公，你既然知道我是龙门镖局的人，那你应该清楚，我的师父林超群武功盖世，一般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他最后也是死在了这种冰魄梅花镖之上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凶手是谁？像这种镖，武林之上并不多见。一般的英雄好汉并不屑于使用，一般会用它的，只可能是女人。把他们3个拖出去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要干什么？快开！放开！我自己会走。放开我！梅妃娘娘，犯人已带到，跪下！跪下！本宫今日就亲自审你们3个臭丫头。若是不想受皮肉之苦，就给我老老实实、爽爽快快把谋害皇后娘娘的经过一五一十的给我招来。娘娘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日不在坤宁宫，根本不知道皇后娘娘发生了什么。梅妃娘娘，当时他们2个确实不在，只有我一个人去过坤宁宫。而且您现在无非是想定我们几个的罪，根本不在意我们到底去没去那里。梅妃娘娘，你说是我们3个人下毒害死了元清皇后，可有什么证据？本宫早已探查明白，你们3个案发当日均在坤宁宫。你们一个准备毒药，一个伺机下毒，而最后一个则是趁着皇后娘娘独处的时候，逼她吃下了糕点，对吗？我不服，这都是瞎编的。真相就是如此。你们3个还想在这里装无辜？莫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？刘默给梅妃娘娘请安，不知娘娘今天提审未能及时赶到，让娘娘久等了。刘公公，你消息还真灵通啊！未等本宫召见，倒是不请自来了。若不是今天听见梅妃娘娘突然造访岁寒宫，刘默也不会及时赶来协助娘娘。娘娘，刚才我听说什么嫌疑人，是不是案件有了什么进展？昨日坤宁宫的宫女便已招认，正是这3个丫头谋害了皇后娘娘。云霄，供词在此，公公若是不信，自己看看吧。
一个宫女的证词不足为证，还需要物证周全。本宫今天来就是要敲开他们的嘴巴，让他们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都招出来。来人呐，用刑！等等，娘娘，我看还是再问问吧。云霄，你们若是聪明，就乖乖的照着供词所说，认罪画押；否则，就休怪本宫无情。皇后娘娘对我很好，我没有理由伤害她。而且当时我到的时候，皇后娘娘已经死了。凤儿，越来越没有规矩，跪下！那依你所言，就是他们两个谋害了皇后娘娘，而你只是前去发现了尸体。看来梅妃娘娘有意要让我们3个屈打成招。既然如此，多说无益，雪儿甘愿受之，但绝对不愿意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。还狡辩！来人呐，给我用刑！娘娘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就妄动私刑，这样不妥吧？不过是区区几下鞭策，哪里算得上什么私刑？威慑而已。本宫可是听说公公在东厂的手段向来厉害，今日让本宫见识见识如何？那倒不必了，我相信，如果这3个丫头是清白的话，绝不会在咱家面前或者是娘娘面前胡乱认罪的。好，还愣着干嘛？给我用刑！什么？梅妃竟在宫里乱用私刑，好大的胆子！怎么样啊？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到底是招还是不招啊？梅妃，你要杀要剐，可我一个人来。好，既然你一个人非要担责任，本宫倒是可以成全你。你不是做的一手好点心吗？本宫今天就废了你的手，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讨好皇上。怕吗？怕就赶紧认罪画押，否则本宫怕你过了今天就再也抬不起手来了。我认罪的话，你就要杀了我；我不认罪，你就要断了我的手脚。当然，你也有第2个选择，譬如，你可以供出那个幕后指使是谁。或许，本宫可以替你到太后娘娘那儿求求情，饶你不死。不过梅妃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把我杀了，皇上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贱人！本宫倒是要看看，今天还有谁救得了你。来人呐，给我把他押上来！走，凤儿，不要，凤儿不要，凤儿！哼！你不是心灵手巧吗？住手！梅妃娘娘，你身子金贵，要开也不是应该由你动手。你走开！梅妃娘娘，你要非要砍的话，就把我的手砍下来。公公，狗奴才，你以为本宫不敢是吗？皇上驾到！给朕住手！凤儿，你没事吧？皇上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就再也见不到凤儿了。
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竟敢在宫里面滥用私刑，这笔账，朕要怎么跟你算？皇上，臣妾这么做也只不过想依法替皇后娘。依法？你依的什么法？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分明就是他们3个，在皇后娘娘的糕点里面投了毒，杀害了皇后娘娘。这份是坤宁宫宫女的证词，皇上您不信可以自己看，请皇上明鉴。凤儿跟皇后情同姐妹，燕儿跟雪儿同样跟皇后无冤无仇，什么证词不证词的？这分明就是有人陷害死了朕的皇后，嫁祸给了凤儿他们3人。刘默在。亏你还在现场观刑，朕还交了任务给你，留你何用？皇上，我提醒过梅妃娘娘，一个宫女的证词不足为信，还需要物证周全。可是梅妃娘娘逼供心切，根本听不进去。启禀皇上，皇上，当日雪儿跟燕儿根本不在坤宁宫。那个供词简直就是一派胡言！皇上，奴才斗胆禀告，说，这是当日遗落在慈文院的半块玉佩，奴才捡到之后四处打听，才知道这是雪昭仪的。这块玉佩她随身携带，不少太监宫女都可以作证。梅妃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如果无话可说，那就放了他们3人。燕儿、雪儿，起来。谢皇上。雪儿，拿好。参见太后娘娘，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孩儿拜见母后。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太后，怎么，区区3个丫头，还劳烦皇上亲自驾临？哀家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难道皇上是想私自放人？太后，雪昭仪的嫌疑已经洗清了，皇上正要下令放人呢。哦，一个嫌疑洗清，并不等于其他2个没罪。要放，也是放1个。姑母，可梅妃她私自。私自？刘公公不是在堂主审吗？再说了，哀家看这些东西也都是东厂的玩意儿，想必是刘公公的主意吧。梅儿不过是给他做个帮手罢了。好了，这里寒气太重，皇上不宜久留。皇上，还是早点回宫歇息吧。哀家陪皇上一同回宫。平明，你周家还需要你光宗耀祖，你怎么可以当太监？我想通了，你的心愿，也就是我的人生目标。既然你选择进宫当王妃，那我就以现在的身份，守护在你身边。气死人了！没想到皇上居然明目张胆的去偏袒他们。我当时就不应该和他们说那么多的废话，就应该直接毁了他们的容貌。
再把他们整个半死不残的。好了，要不是哀家及时赶到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就像一出闹剧，也没有抓住刘墨的把柄，还莫名其妙的放走了一个。你可真是扶不起的阿斗。那我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太监，居然还能拿出什么玉佩去证明雪昭仪的清白。就算他运气好，可是姑母，好啦，那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太后娘娘、梅妃娘娘，云香倒是觉得那个燕婕妤一直在为自己说话，恨不得和凤才人和雪昭仪撇清关系。也许娘娘可以利用她。她有什么可利用的？哀家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既然已经放走一个，那么三人合谋的说法也就难圆其说。既然燕婕妤想自保，我们何不给她个机会？可是，我们都已经放走一个了，难道还要再主动放一个吗？你的这个心智怎么还不如一个丫鬟？这叫欲擒故纵。如果燕婕妤真能抖出刘墨的什么把柄，那我们岂不是事半功倍了吗？你没事吧？不用，雪儿现在是安全了，可我还关在这4人墓里。刘公公那个老东西，明明有机会带我出去，却只救走了雪儿。莫非他早就想牺牲掉我？不行，我得出去。燕儿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雪儿已经说了，我们对公公来说还有利用价值，所以公公一定不会对我们见死不救的。还有皇上啊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。皇上在意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刘公公今日带雪儿走，明天皇上就放你走。可我呢？谁会来救我？我只能靠我自己。我不会放你一个人不管的。梅妃娘娘要见你，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燕儿，燕儿，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娘娘，人已带到。嚷什么嚷？挨了那么多的鞭子，你不疼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凤儿呢？她为什么不来这儿？凤儿，要她来做什么？本宫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燕儿，本宫是来接你出去的。出去？怎么？你不想？啊，不。可有什么条件？真是聪明人。如果本宫要你背叛你的主子呢？娘娘，刘公公从来不是我的主子，燕儿也是被逼无奈，才受制于他。娘娘放心，只要燕儿能出去，燕儿愿意做你们的眼线，盯紧刘公公的一举一动，全心全意为您和太后娘娘办事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好，那本宫就给你这次机会。
云香，传本宫的令，燕婕妤的嫌疑已经洗清了，即刻便可离开岁寒宫。是，谢谢娘娘。起来吧。不过，你也别忘了对本宫的承诺，否则，本宫的手段你也是见识过的。是，燕儿明白。本宫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跟折磨，你当真就一点都不记恨？难道你就不想报复本宫吗？不，娘娘误会了。燕儿明白，娘娘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顾全大局。苦才是人生，忍才是历练，舒服是留给死人的。锋芒毕露，并不一定耀眼。忍辱负重，才是求生之道。真是好孩子，那本宫可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我们走。